大家晚上好啊！首先，我们迅速浏览一下比特币行情。目前行情稍稍有了一些变化啊，跟早晨比起来的话，这一部分的波动形态现在似乎有点像三角震荡。那我们来换一下啊。它刚刚，也就是下午的时候，又是再次回踩到这个成交量密集区，然后目前又在小幅的开始反弹，所以我们呢可以观望一下这个市场，它是不是要画一个完整的三角震荡，然后如果这个三角震荡形成的话，不管这一部分它是推动浪还是调整浪，它都会有一波上攻的势态。所以大家伙密切关注什么？还是这个位置上升趋势线的上沿儿，还有目前新形成的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这一附近，大概是43600附近。还有下方还是一样啊，如果跌破上升通道的中轨就比较危险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今天晚上聊点什么？今天晚上的话题啊，我是怎样连续破产的，也就是我自己的小小个人历史。为什么聊这个呢？因为跟交易有密切的关系啊。大家伙想一想啊，我得多2，天下1等1的250，因为什么？连续破产2次。30岁破产1次，35岁破产1次，历经10年时间啊。人生有几个10年？最好的年龄30到40的期间，我就是在破产当中度过的。所以说，人生就像一场戏啊，非常有滋味，有意思。但跟交易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交易是失败者的游戏。什么意思？很多今天白天我做了一期节目啊，很多精英人士、成功人士，他总是认为每一次交易我都能预测准方向，然后都能得到获利。这个就是交易稳定盈利的毒药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交易不是短跑，它是马拉松，不是一次成功就继续都能成功下去。但是有一点啊，你一直成功的交易，有一次你要坏菜了，可能就彻底打入谷底了啊！所以说，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是一个被做私募的大佬，一个老大哥跟我讲的，人生低谷，交易收益率最差的时候，才是能体现什么？你真正的交易能力，你真正的价值。然后我具体讲一讲，破产跟交易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30岁第一次破产。破产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接了一个转包的境外项目，然后相关多媒体的，然后做完了以后，最后尾款没有拿到手，所以负债了大概100万，倒退10年前啊。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2016、17年的时候，重新又获得了一笔
也是境外的风险投资，然后重新又做了一个项目，跑了几年，结果怎么样？还是破产告终。这期间有一个问题啊，境外的投资人等到一定的节点，大概是新冠之前，大概是18年，人家投了大头，投了大概1200万，结果人家止损离场了，因为人家是境外的人，然后国内的这个经济环境各方面综合判断，人家就要撤出。但是我呢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对这个项目也非常执着，所以就 all in。 然后怎么样？不用问，就是栽在里边，一个大坑，负债啊。那这个是什么导致的呢？我们先看第一次破产啊，第一次破产，境外的转包项目，你无论有多么充分的证据链，你即便是跟海外打官司，你也很难有胜算啊。说白了，这个风险你是没有任何招架应对的能力的。那回过头我们说交易啊，做交易也是一样，你的风险管理做不好，就不可能有稳定的获利。同理啊，第二次破产，我第一次拿到风险投资，第一次组建一个像样的团队，开一个像样的公司，之前都是小公司小的工作室啊，本质上它是不一样的。然后第一次跟这些基金的项目管理人对接，第一次跟这些基金的项目管理人签对赌协议，第一次面临破产，第一次被网络暴力催收，无论是信用卡还是各种贷款，社会的贷款等等等等。然后不仅仅是这些啊，细节上你从产品的研发，然后产品的制作、上线、管理、员工的招聘、企业的宣传、推广、运营、税务的管理等等等等一系列啊，你都是第一次。而且要命的是什么？你是 CEO， 然后你呢又没有充分的招架应对的能力，也就是说处处都是什么风险，处处都是不可控的风险因素，你无法完善这些漏洞，所以说破产倒闭这是必然的结果啊，没有任何什么可说的，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讲。当然期间也有好的，但是实际上因为太忙，根本就感受不过来。比喻一个荤段子就是什么，你第一次都不知道怎么脱的裤子，都不知道怎么快感，根本就谈不上哦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愉悦，只有什么狼狈跟一塌糊涂。所以说交易也是一样哦，交易一定要怎么样，从头到尾，从分析 K 线开始，基本面开始，消息面的解读，综合判断，选择最佳的入场时机，然后风险可控的范围内，错了我就可以及时离场，对了我就拿住，让利润奔跑，然后在能力范围内赚可赚的钱。所以说交易破产，这两起破产对我来说是宝贵的一笔财富啊。等我
新冠开始我就回到老家啃老，然后干什么？就回顾之前的这2起破产，复盘一遍又一遍，然后干嘛？去找资料学习，查里边的本质问题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所以我就怎么样？看了无数的书，看了无数的名人，这些成功人士的访谈节目等等等等，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复盘整理检讨。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成功学毫无意义啊。为什么说成功学毫无意义呢？每个人的出身不同，境遇不同，运气也不同，这个无法复制，你没办法去学习，对于普通人来讲基本上没有价值。但是有一个失败学，我发现有无限的价值啊。因为每个人的失败学，无论是马云的前期的失败，还是后来的一些国内外的这些企业家名人的失败，都有我们普通人可以借鉴的避坑的一些知识经验啊。说回交易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通过很多次交易怎么样？尽可能避免风险，然后做成一次，只要你的盈亏比得当，你的整体账户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稳定的45度角上扬。所以说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无论你过去有没有破产，有没有失败，有没有成功过，都不重要啊。交易对全世界每个人普通人来讲是非常相对比较公平的一个游戏啊。一定要充分了解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，然后怎么样？切记不要总想赢，一定要长久的赢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充分的习惯什么？小的失败。比如说这个期间，无论你做空还是做多，只要你的仓位杠杆得当，你的损失都是非常小的。我们要吃的是哪段利润？这一段或者是这一段。所以希望大家能给我能给到大家一些好的启迪跟启发哦。那好，今天就讲到这儿，祝大家交易顺利，再见。